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这个问题每个人都碰过，但真正把它想到底的人可能不多。那就是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句话听起来很大，大到很多人一听就觉得太空了，太玄了，太哲学了。可奇怪的是，越是这种问题越躲不掉，因为你早晚都会碰到。你工作很累的时候会碰到，你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会碰到，你努力了很久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什么的时候会碰到。甚至有些人是在突然失去、突然生病、突然老去的那一刻，才第一次被这句话正面撞上。可是师父，大家不都这样活吗？小时候读书，长大工作，然后赚钱成家，养小孩，顾父母。有能力的人在追求一点理想、兴趣、自由。人活着不就是这样吗？表面上是这样，但真正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很多人不是想清楚了自己为什么活才开始过日子，而是先被丢进日子里，然后一边被推着走，一边替自己找理由。小时候说活住是为了考好成绩，长大后说活住是为了有好工作，成家后说活住是为了责任，再过几年又说活住应该是为了快乐，等到快乐也抓不住了，又改口说活着就是修行。你看每一句都好像有道理，但问题是这些很多时候都只是眼前的理由，不是生命真正的方向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很多人其实不是在活，只是一直在应付人生。对，更准一点说，很多人不是在活，而是在被生活使用。肚子饿了就去吃，没钱了就去赚，怕输了就去拼，怕孤单了就去抓住一个人，怕自己不够好就拼命证明自己。看起来很忙，很努力，很认真，可若你突然问一句，那你这样活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很多人会愣住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停下来问过。那不是很可怕吗？最可怕的不是没问过，最可怕的是一个人苦了很久，累了很久，乱了很久，却还相信只要再多抓一点他就会好起来。可事实常常不是这样。你以为人痛苦是因为拥有得不够，其实很多人的痛苦是因为抓得太多。你以为人空虚是因为人生没有成功，其实很多人的空虚是因为成功了才发现那不是自己真正要的。你以为人活住是要一直往前，其实很多时候人真正需要的是先停一下，看看自己是不是早就走偏了。那如果照你的看法呢？照师父这一路的看法，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若照我这一路看，答案很简单也很重。人活着不只是为了活命，而是为了把这条命活明白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活着不是只有呼吸、吃饭、工作撑下去，那叫生存，不一定叫真活。很多人表面活着，里面其实早散了，心是浮的，气是乱的，念头是碎的，情绪是飘的。今天被人赞一句就高兴，明天被人踩一下就崩掉。这种人不是没有生命，是生命没有收回来。所以我这一路讲的不是逞强，不是比高下，而是4个字：返本养命。把你被后天消耗掉的东西一点一点收回来，把你被欲望扯碎的心一点一点归中，把你浮在胸口、卡在喉头、乱在脑子里的那股气慢慢沉回丹田。拳也好，
站桩也好，静坐也好，呼吸也好，说到底不是为了表演你多厉害，而是为了让你这个人不再一直往外露。所以你常说，真正修行不是变强，是不要再乱耗自己。对，人若不把命养回来，他所有的努力到后来都可能只是更高级的消耗。那如果照庄子呢？庄子看这件事切法又不一样，他不太问你有没有成就，他问的是你有没有把自己活丢。很多人一生最可惜的不是贫，不是病，而是一直活在别人的池里。别人说这样叫成功，你就拼命往那边跑；别人说那样叫失败，你就吓得不敢碰。别人看得起你，你就觉得自己有价值；别人一冷淡，你整个人就像塌掉一半。庄子看这种活法，只会说一句：太可怜了。因为你不是在用自己的性命活，你是在用外面的声音活。所以照庄子看，人活着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真，不要活成外物的奴隶。不是每个人都要飞到同样高，大鹏有大鹏的飞法，小鸟有小鸟的飞法。重点不是谁比较厉害，而是你有没有顺着自己的性命之理去活。也就是说，庄子不是叫人躺平，而是叫人不要整天被外面绑架。没错，他不是不要你活，他是不要你活假了。那佛陀呢？佛陀是不是又不一样？佛陀更直接，前面两家，一个讲养命，一个讲保真。佛陀一开口，先讲一个字：苦。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个字，可佛陀不是悲观，他只是诚实。你想要的得不到，苦；得到了，又怕失去苦。你爱的人离开，苦；你讨厌的人偏偏遇见苦。身体老去，苦；心里放不下，更苦。佛陀看到的不是表面事件，而是人一直在抓青春，抓关系，抓面子，抓我见，抓一个我应该怎样的执着。结果呢，手一直抓着烫炭，然后抱怨火太热。所以照佛陀看，人活着是为了觉悟，是为了从执着里醒来，不是让你把人生包装得更漂亮，而是让你看清楚哪些东西本来就抓不住。修行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更了不起的人，而是慢慢放下那个死抓不放的我。原来佛陀不是在叫人逃避人生，而是在叫人看见自己为什么一直在苦里打转。对，真正的苦不只在遭遇，更在你里面的执。那老子呢？老子看得也深，但口气更沉。佛陀是讲苦，老子是讲一个字过。他看世间很多乱，不是因为太少，而是因为太多，太多欲望，太多机心，太多自以为是，太多强求，太多我一定要怎样。人一旦太过，就离道越来越远。所以老子会说，你以为人活着是要不断加东西，其实很多时候人活着是要学会减掉妄作，减掉贪争，减掉硬撑，减掉那些让你越活越不自然的东西。因此照老子看，人活着是为了复归于朴，回到与道相应的样子，像水一样不争却能长流，像谷一样肯低反而能荣，像树一样根深才不怕风。所以老子不是叫人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叫人不要一直逆住天地的理应干。对，真正厉害的人不一定最硬，往往是最知道怎么柔，怎么退，怎么留白的人。那耶稣呢？
耶稣又不同，前面几家有的讲命，有的讲真，有的讲觉，有的讲道。耶稣讲的最重的一个字是爱，但这个爱不只是感情，不是喜欢，不是温柔一点而已，它是更深的东西。耶稣会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那有什么益处？也就是说，人活着不是只为了地上的成败，不是只为了证明自己，不是只为了这几十年的得失。照耶稣看，人活着是为了回到爱里，活在真理里，并与神和好，不是只有把自己顾好，而是学会爱人、饶恕、背负，甚至为爱舍己。因为真正的生命不只是肉身活着，而是你的灵有没有回到源头。所以这5条路看起来差很多，其实都在打一件事。对，他们都在提醒你，不要只为外面的东西活。你师父这一路是叫你别把命耗散了，庄子是叫你别把真我弄丢了，佛陀是叫你别一直困在苦里，老子是叫你别活得越来越逆道，耶稣是叫你别失了爱，也别失了灵魂。名字不一样，路径不一样，但都不是叫你去做一个更会争、更会抢、更会表演的人。那如果最后一定要收成一句话呢？若你一定要我收成一句话，那我会这样说：人活着不只是为了把日子过完，而是为了在这一生里慢慢看清自己，收回自己，修正自己，最后不要白白把这条命耗掉。不是越活越散，而是越活越真；不是越活越抓，而是越活越明白什么该放，什么该守；不是越活越硬，而是越活越有根，越有爱，越有方向。我好像懂了，原来我以前一直在找一个很厉害的答案，可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先找到一句完美的话，而是先看自己现在到底活成什么样子。如果我一直被外面拖着走，那我该记得庄子；如果我心里老在苦里打转，那我该记得佛陀；如果我太用力、太硬撑、太不会收，那我该记得老子；如果我越活越冷，只剩自己，那我该记得耶稣；如果我整个人都浮了、散了、耗了，那我更该记得师父你说的返本养命。所以到最后，人活着也许不是先拿到答案才开始走，而是走着走着，慢慢把自己活成一个不再那么乱的人。对，人最怕的不是慢，人最怕的是明明已经走偏了，还以为自己只是走得不够快。